這個富貴不論男女，長出好相來就有那個好命。歡迎大家來到金菩提相學。今天給大家講講容易發財的面相。第一，額頭高挺飽滿，額頭比較飽滿高大的，這可能容易因自己的智慧而創造財富。我們人類呢，就是這個主思維，大家都知道用大腦。但如果我們這個頭顱骨，尤其是眼睛以上這一段如果比較瘪下去，又窄又矮的話，這樣就是我們這個大腦本身受到這個頭顱骨的約束。大家可以看到，黑猩猩的額頭會直接就低下去，眉毛之上像一個坡狀一樣。可是一個正常的人類的這個額頭和黑猩猩比的時候，它就會和鼻子一樣就豎直起來，並且飽滿的挺拔的，像吹了氣的皮球一樣，撐得鼓鼓的滿滿的。那麼這樣的颅骨相學就是比較聰明智慧。在中國的哲學倫理之中，論面相的時候是說，額頭這一段是祖上，你的祖宗的財富能不能傳到你的手上，這個中間這一段，也就是眉毛到鼻尖才是自己的命相，鼻尖到下巴才是後代這是很重要的一個點。那麼確實有朋友具有這個福氣，所以通常來說，天生帶財來的命運，正是我剛才講的是額頭飽滿寬闊挺拔的，通常都是能夠享用祖上的阴德，就是你祖上會留財富給你。那在世界富貴的名人之中，無論是成功的企業家、商人、政治家、藝術家科學家，幾乎都是這樣的額頭飽滿的人。因為額頭相好，而使他聰明能幹、智慧富貴。好，現在我們講第二條，就是眼睛明亮。在相學之中，看一個人的相，最重要的就是先看眼睛。眼睛明亮的人，他就容易得到很多好運氣。就是眼睛的這個福氣是占了這個人命相福氣之中的至少占了一半的地位。比如說能找到好的对象，找到好的工作，有好的或者發財的機會，容易升職，容易被人關注，容易交到好的朋友，容易買到好的房子，甚至還能夠洞察商業機会。也就是說，既有好福氣，也有好智慧。有了好眼相，你的一生都是大富大貴。想發財的朋友最厲害的那個位置來了第三，眼皮飽滿。这聽起來這麼俗但是命相學之中呢，稱為叫田宅宮飽滿。這個田宅宮飽滿的人，通常都是很有福氣過去做過大功德、做過大善事的人，這也是天生就帶來的富貴啊。所以在這個田宅宮這一帶飽滿明亮，這就夠了，你就不知道有帶來了多少財富買多少好房子。曾經有這個中年女士來諮詢我，說嫌自己這個眼皮有點鼓，覺得裡面脂肪太多女人要美，這個不是罪過我覺得你不應該去做這個手術呀。她說抽脂很安全的我覺得安全歸安全，就是你抽掉多少脂，就是你那個鼓起的眼皮跌落下去多少，你的財富就會被抽掉多少，自己做決定。他說我不去了那你就对了，有悟性。所以呢，這個田宅宮
飽滿、好氣色，這是修來的福氣。命相學和普通的美容的美麗是不同的審美的角度。现在我们講第4項，耳朵如元寶，要厚或者是更大，那就天生的富貴。如果耳垂又厚大，並且向前橫翹的話，這樣的人天生就能夠像找礦藏一般，就能夠聞到錢和金子埋在哪裡。那麼這樣的耳型是很有創造力的，尤其是很能夠創造財富，並且也是貴人相助，乃至到天神相助。所以長了一對好耳朵的人，天生的大富大貴。第5項叫蒜頭鼻。古人在命相學之中就說一個好的鼻相才是自己的真正的好命運，所以鼻子的好壞是最重要的。通常好鼻相比較簡單來說叫鼻如懸膽，頭大一些，頭寬大厚實一些，就會更有福。有朋友會將另一種的鼻子形狀會混為也是叫做蒜頭鼻，其實是不同那種鼻子呢，頭也夠大，可是呢就是鼻孔外露太多，並且是鼻頭這裡非常的整齊，就像那個蓮藕用刀切的蓮藕的那個橫切面一樣。那麼這樣的鼻型呢，我把它稱為叫豬鼻。那豬鼻的命運就不如蒜頭鼻更有福更富貴。第6項元寶嘴。嘴像元寶，富貴跑不了，就一定是大富大貴的人。如果是女的長出這個元寶嘴來，你還會有旺夫命。她在微笑的時候，嘴型真像中國古代白銀鑄造的元寶，而且嘴角上翹，給人一種特別吉祥幸福的那種感覺。所以元寶嘴的樣子，除了我剛才描述這個樣子，嘴唇還是有一定的厚度，還要有這個人中這個稜角的明顯性，才算是一個好的元寶嘴。從金菩提相學來說，也是中國傳統相學，以什麼來確認說什麼叫嘴大和嘴小？眉毛、眼睛橫的一條線，2個瞳孔正中間垂直2條線下來，看看你的嘴角是垂下來的線的在外還是在內。如果大過於這個瞳孔的這條下垂線，就算大一點的嘴巴。但是正常閉嘴的時候，通常如果是能對應2個瞳孔線，就是為最好。俗話說，男人嘴大吃四方。作為男性的，嘴大一點好。嘴大呢，通常來說心胸豁達求財在四方，就也能聚四方錢財，並且也愛去交朋友，熱愛社交。熱愛社交，你才可能有機會賺錢，或者成為一些各行各業的成功的人士。有些嘴大的女的呢，和嘴大的男人很類似，挺能幹，但是能奔波，这變成你的能幹和奔波去養家糊口，而不是男人養家糊口。但是女人如果嘴大，如果眉毛再濃一點，就是容易上找到一個能量較弱的男的。在金菩提相學之中，也一直秉持着一定的傳統，就是說相不單論。有時候單一的一個相和相中的一個符號，並不能完全決定命運。就是有的人有錢，但是沒福，就是相不完美啊。我曾經見過一個人，認識他的人都說他很有錢，但是呢，他的臉上有個刀疤，這種叫做破相。破相也有人說不小心造成的，什麼車禍造成的。誰也不樂意讓自己的臉產生疤痕，但是凡是有破相就有點麻煩，因為重要的破相也都是叫做命運使然。所以想彌補這樣的相中的這個不完美，那就需要
我們更努力的去積德行善，多做善事，心懷善念，以慈悲為本的做人，要做一個有道德的，對社会有責任的這樣一個人。那麼這樣我們會對自己的要求就會高一些，對他人的傷害就會減少很多，甚至是讓自己成為一個对社会有責任和有貢獻的人。那我們的命相就會得到改变，我們一個人的命相就可能延續到家人的運氣，而還會必然影響到子孫後代的運氣。所以從長遠着想，要為家人和後代着想，做一個真正慈悲善良的人，就会一定会獲得好運氣、好福報，我們的命相就會越來越圓滿。請記住，這裡是金菩提相學，歡迎你點讚、分享、訂閱和留言，下一期會更精彩。